几天前，我在社交媒体上无意间刷到了一张照片，这是墨尔本市郊的那家熟悉的咖啡店，灰蓝色的门口挂着营业中的小牌子，阳光洒在藤椅上，仿佛一切如旧，但照片里的人却变了。他站在柜台后瘦了许多，眼神暗淡，笑容也变得勉强。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联系了。她叫 Linda， 是我在墨尔本认识的一个朋友。我们常说她像一个咖啡蜜糖人，总能用一杯咖啡和一句话来温暖他人。她经营的那家咖啡店一度是我们朋友圈的据点，可就在几个月前， Linda 突然沉寂了，不发信息，不回消息，甚至连她闺蜜 Emma 的婚礼也没有去参加。直到前几周，她终于回了我一条信息，简单的一句：我可能得了抑郁症了。见到他那天是一个阴沉的墨尔本冬天午后，他穿着灰色的卫衣，坐在咖啡馆后面靠窗的位置，低着头，像一只蜷缩的猫。他抬头时，我看见他眼圈发红，嘴唇干裂。他很努力地想表现正常，可是他说话的语速慢了许多，语气里透着一种无尽的疲惫。他对我说，每天醒来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他叹了口气说，一睁眼就是一股巨大的空虚感压下来，不是那种我今天不想工作的懒惰的感觉，而是那种我活着要干嘛的感觉。他说，过去每一天一大早起来备豆、打扫、调试咖啡机是他最喜欢的时光，开门做生意赚钱是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动力。可现在他常常睡到中午，醒来后却起不了床，盯着天花板发呆好几个小时。厨房里的刀具让他感到不安。他说自己有时候会突然的心跳加快，整个人被一种无名的恐惧抓住。Linda 的头发有些乱，几根头发垂了下来，碰到了她的眼睫毛。Linda 也没有理会这几根头发，只是本能的多眨了几下眼睛。她接着对我说，有时候我坐在店里，看着客人一个个的进来又离开，我能做出他们想喝的每一杯咖啡，但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就好像我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只剩下一个会自动工作的身体。他的记忆力也变差了，以前他能轻松记住常客的口味，每周的豆子的来源和焙煎的细节，现在他时常在收银的时候愣住，忘记刚刚点了什么。他也会在煮咖啡的时候停下来，突然感到一种无尽的空虚无力感。最让我心疼的是他的情绪波动。琳达对我说，昨天早上一个客人投诉说拿铁太苦，我回到厨房就哭了1个小时。他自嘲地笑着，我知道这事根本不值得哭，可是我控制不住，更像是情绪的闸门彻底坏了，一点小事情都能让他崩溃。Linda 也试过强迫自己振作，继续营业、打扫、接待客人，关门后算账、数钱等，但这些过去能让她感到快乐的细节，如今却变成了压力的来源。她害怕说错话，害怕被关注，甚至害怕看到熟人的脸。Linda 说，有一段时间我连音乐都听不了，以前我喜欢听蓝调的爵士乐，可现在没有音乐都觉得吵，我只想安静，就是那种安静到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那种安静。那天离开前，他给我打包了一杯手冲咖啡，说是今天刚磨的豆子，新鲜咖啡豆，香气清爽，层次丰富，挺好喝的。我接过时，他的手微微发抖，但笑容比刚才更清晰了一些。我想那是一点点的光，从他自己努力凿开的缝隙中透出来的光。探访了 Linda 后，我很是感叹，抑郁并不是情绪不好、心情不好那么简单，它是一种可以吃掉一个人的黑暗猛兽，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正常人的意志，把一个原本活泼上进的人变成了一具麻木的影子，会让一个原本充满热情和创造力的人慢慢陷入了一片无声的深渊。 Linda 也开始接受治疗了，吃药，也偶尔会去看看心理咨询师。
他说现在日子依然很艰难，但至少他愿意试着慢慢走出来。现在 Linda 的咖啡店里时不时就多了一些探访她的朋友，留下来陪她聊聊天，或者就只是陪着她不说什么话，更或者就只是出现在她的咖啡店里，坐在店里面默默地品尝着 Linda 亲手打造的一杯满是泡泡的 cappuccino。 Linda 在社交媒体上说，我知道你们都还在，这让我没有那么想放弃。全球范围内，抑郁症影响着超过 3.5 亿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大约 5% 的成年人患有抑郁症，其中女性患病率比男性高约 50%。 而在澳大利亚，约 7.5% 的人在过去12个月中经历过抑郁症等情感障碍，而约1/5的澳大利亚人在过去1年中有心理健康问题。这些数据表明，包括抑郁症在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澳大利亚社会中非常普遍。在四季温暖的马来西亚，约100万名15岁以上的居民患有抑郁症，占总人口的 4.6%， 其中16到29岁的年轻群体受影响最为显著。抑郁症不仅影响了个人的心理健康，而且还导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会成为全球疾病负担最重的疾病之一。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广泛的心理疾病似乎不符合进化选择逻辑。也就是说，为什么抑郁这种会削弱生活能力的情绪反应却没有被自然淘汰呢？反而在进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在人类群体中普遍存在。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任何能在人类物种中广泛存在、代代相传的心理机制都有其作用。在长期的进化洗礼过程中，很多看似负面的情绪的心理机制被保留了下来，但在过去的环境中都有着具体的作用和价值。例如，恐惧能让生物逃离危险，愤怒能帮助个体争夺资源，悲伤与退缩则能使个体在社会群体中有机会触发同情与支持。由此可见，情绪本身并没有好与坏、正面和负面之分，而是一种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应对方式。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鼓励竞争、不停冲刺的社会，我们常说要保持积极，要远离负能量。似乎恐惧、焦虑、愤怒、悲伤这些情绪都是不受欢迎的坏东西。抑郁常常被贴上失败者、懦弱、负面情绪、病态的标签。但如果我们用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会有全新的发现。抑郁并非是毫无价值的心理垃圾，而可能是大自然深思熟虑的安排。生物进化过程中是适者生存，很多人误以为适者是强者生存，但其实在生物的进化过程中会留下最适应环境变化的生命体。这也就意味着，有时候沉默比高喊更安全，退缩比冲刺更聪明，悲伤比乐观更能活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为什么包括抑郁在内的负面情绪其实是大自然给人类留下的生存工具，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的应对方案。抑郁的核心表现是悲伤、退缩、低能量。我们常把抑郁的心理反应看成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在进化心理学中有一种越来越被重视的观点，就是抑郁心理反应是心灵对环境危机的一种保护性回应，就如发烧是身体对抗病毒的一种方式一样。在距今约2万年前的欧亚大陆上，一位远古名叫阿鲁的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以狩猎为主的远古智人小部落。与部落中的其他人相比，他身体弱小，力气比不过部落里的阿猛和阿岩他们，跑比不过阿峰和阿雷，打猎技巧比不上阿岩，智慧比不上阿坤他们。阿鲁显得有些瘦弱内向，不善言辞，也缺乏在围猎时所需要的爆发力和协调能力。在好多次狩猎中，他都因反应迟钝被队友嘲笑，甚至在食物分配中被排挤在外，只分配到很少的食物。于是阿鲁的身体和心理出现了一种退场反应。
他不再参加集体活动，沉默寡言，逐渐远离人群，独自坐在河边削木片打发时间。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些行为看似就是典型的抑郁的表现，社交退缩，兴趣丧失，活动减少，持续低落情绪。但如果放在远古生存环境中，这种沉默的状态恰恰是一种避免直接冲突、保全自我的方式。阿鲁的选择沉默并退离社交中心，是对现实处境的一种战略性回应。正如一些灵长类动物会在族群等级斗争失败后，会表现出退缩和沉郁，避免再次被攻击。阿鲁的行为也许正是他的神经系统在劝他暂时退出竞争。若阿鲁试图为自己争取权益，比如说公开抗议、露宿不公，甚至与他人肢体冲突，这些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后果，被驱逐、围攻，甚至死亡。因为在原始部落中，和谐比个体意志更重要。一个麻烦制造者可能会被集体视为威胁。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天天见面沟通，对同类的情绪异常察觉能力很强。当阿鲁持续几天都不参与活动、不吃、不说话，一位部落族老就注意到了他的状态。这位族老通过和阿鲁聊天交流，了解情况，没有批评他，反而对阿鲁说：“人人都是有用的，来，我教你爬树、掏鸟蛋。”由于阿鲁身材瘦小，手脚灵活，爬上几十米的大树，在树枝之间穿梭寻找鸟蛋是轻轻松松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阿鲁逐渐熟练地掌握了掏鸟蛋的技术，成为部落中第一个专业鸟蛋收集者。收集鸟蛋不像狩猎那么依赖团队和体力，更适合阿鲁的性格和体质，而他的贡献也为整个部落提供了额外的食物来源，让他重新获得了尊重和存在价值。这个抑郁机制带来了不少好处，使阿鲁远离了冲突区域，减少被攻击或者矛盾激化而被驱逐的机会。另外，当阿鲁情绪低落，食欲减退，眼神无光，面无表情时，其他部落的人会本能地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出了问题，需不需要安慰、帮助、陪伴。从进化角度看，这样的表情和行为就是一种自然进化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求助机制。抑郁是身体的自然反应，就像婴儿饿了会哭，这种情绪展示促使群体成员靠近、支援、缓解冲突，维持族群稳定。还有，正因为阿鲁退离了狩猎的主流，他才有时间和空间去做别的事。在阿鲁发呆期间，他获得了族长的提议和指导，学会了爬树找鸟蛋。这看似发呆的期间，却是为阿鲁的技能转型提供了空白时间。这种变化在现代心理学中叫意义转变，也就是人生在经历失落、挫败、边缘化时，如果有机会退一步，就有可能开启另一种对生活的理解与参与方式。而不少现代人往往把抑郁的情绪当作失败或耻辱，原始社会反而更可能的将抑郁表现看成是一种暂时的低潮，把抑郁表现的人看成是需要照顾的人。当你被抑郁症困扰时，情绪低落不是心情坏了，而是系统正在重启。这就像一台电脑在蓝屏时看似停止，但其实正在重新整理系统结构。可能你暂时没有办法继续原来的生活方式，但是也许能找到新的路径。最重要的是，有人愿意看见你，并陪你一起走过这道人生的大坎。人类大脑在过去大约5万年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进化，因此抑郁的神经机制仍源于远古时期，而触发抑郁情绪的原因无论古今，本质上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当人长期感到压力大，无力改变现状时，大脑会启动退缩的模式来保护自己。如果这时候又缺少外界支持，被孤立或被别人否定，就会加剧内心的无助和低落。久而久之，这种停下来不动的情绪机制就有可能触发抑郁情绪。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第5版定义，
患者在至少2周内几乎每天一整天处于抑郁心境，并伴有一系列症状，影响其社会职业功能。而这种情况并非由其他医学问题或物质引起的，也就是说，抑郁持续了一定时间，这就可以被认定为抑郁症。远古人类触发抑郁情绪的情景一般有被群体排斥、狩猎失败、无法匹配配偶、亲人死亡、食物短缺、失去领地等等。远古人类触发抑郁情绪大多时候是因为生存的压力，而现代人触发抑郁情绪原因就复杂得多。在人类还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抑郁情绪其实是有它的好处的，但后来世界变了，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再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生活节奏更快，竞争更激烈，人际关系也更疏远。然而我们的大脑进化速度没有那么快，还是用旧版本的软件来应对新世界的问题。在远古时代，人类以小型部落为基本单位，一般由几十人组成，这些人群之间存在着高度稳定的社会关系，大家合作采集、打猎，共同防御，人与人彼此之间面对面信息交流直接，真人对真人，彼此的情绪也能迅速得到直接回应。在这样的环境中，若某个成员陷入悲伤、情绪低落等抑郁状态，常常能引起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注意、同情与帮助。很快，抑郁的成员就会得到帮助，并会在短时间内恢复。因此，抑郁的情绪表现是在帮助落入抑郁的人，而现代人生活的环境却大不一样。人们生活在巨大的社会团体中，但工作和生活节奏快，人际关系变得表面而短暂，社交互动逐渐虚拟化。微信、Facebook、Twitter、短视频等代替了真实的交流。夜深人静，你可能找个人倾诉都难。原本用于激发、支持和自我保护的抑郁情绪，一旦出现，负面的情绪表达往往会遇上积极的否定。例如，你向亲人朋友诉说生活的苦难和无奈时，往往会听到大而空洞的回应：别想那么多，坚强一点，努力，加油，谁谁谁比你更惨，等等。古代人类大脑的抑郁机制，在没有回应、没有修复、没有像远古部落族人那种帮助的情况下，会内化为更深的绝望。这种原始抑郁情绪机制被无休止的激活，转而变成了病态，这就是现代抑郁症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远古时代的人们面对压力大多是短暂而明确，例如猛兽出现时必须逃命，部落冲突时必须防卫，暴风雨来袭时必须寻找高地山洞等等。而现代人的压力就显得时间长，压力无形隐蔽，而且大多数都没有解决方案的。例如经济压力、30年的房贷、职场竞争、收入不稳定、社交媒体上与他人的对比和自我否定。明明在线的社交媒体，却感到了极度空虚、亲情淡漠、婚姻冷战或失败，每天接收成千上万条无关信息，导致注意力疲惫和精神空虚，在机械重复的工作中找不到自我价值等等。这些压力往往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这些压力不像远古人类面对的猛兽能被一箭射死，这些现代压力更像一团团看不见的阴霾，日夜缠绕，消磨意志，无法解决。虽然我们大脑这种古老软件可能不适用于今天这种数字化、高速、目标多变的无形压力，但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的手段来减少抑郁机制的触发，或者是在抑郁情绪出现后尽快得到帮助，解决触发抑郁的原因，在没有成为抑郁症之前褪去抑郁反应。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出可以面对面互动交流的亲人朋友，减少社交媒体的无用信息轰炸。另外，在工作生活中把长期压力分解成短期目标，这些都有助于人类的大脑天生渴望确定性与归属感，
而现代社会往往充满不确定、孤独与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改变现代紧张的生活模式，用更原始、更真实的方式来安抚自己那套进化自远古的大脑。例如规律的作息，每日固定的户外活动，身体与自然的接触，例如跑跑步、晒晒太阳，赤脚走在草地上，傍晚走走河边，晚上看看星星等等。这些活动能有效地缓解古老大脑的情绪低落。这些方式虽然听起来简单，却正是我们祖先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完成的身心调节过程。此外，学会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接纳负面情绪的出现，而不是强行压抑，也极为关键。抑郁并非软弱，而是一种信号，是大脑在提醒我们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抑郁是大自然留给生物的一次缓冲机会，当你无法再用同样的方式面对世界，它便促使你停下来，重新塑造认知，重新选择，或干脆退出一场不属于你的竞争等等。当我们能听到这种信号，并用适当的方式回应，比如寻求心理咨询，接受外界亲人、朋友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或是通过写作、绘画等方式来表达内心，我们就能防止抑郁从一时的情绪波动演变为长期的心理疾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要忽视意义感的力量。哪怕生活再平凡，若我们能从工作中、兴趣中或对他人的关心中找到价值感与存在的意义，大脑就会明白努力是值得的。而一旦值得的信号被激活，即便遇到了困难，人也能坚强起来，不容易被抑郁情绪打倒。那天我探望在墨尔本开咖啡店的琳达时，我和琳达分享了一个小故事。白天的一条东京的小街上，人来来往往，挺是热闹。29岁的小村站在自己经营的小酒吧门口，点着一支烟。这是一家叫彼得猫的爵士酒吧，这是一个他和妻子辛苦经营了7年的小生意。每天早上开门卖咖啡，晚上变成爵士乐酒吧，凌晨打烊，清晨收拾房间卫生。小村的生活像是一个封闭的回圈，买菜、备料、冲咖啡、调酒、招待、打烊、清扫、入睡。和青春少年时相比，他已经没有了那种向往未来的兴奋感，反而莫名的疲惫、焦虑、不安，慢慢的一点一点地填充了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小村开始感到某种莫名的空虚，尽管生活安稳，婚姻和谐，生意盈利，但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在笼子里打转的老鼠。每次凌晨归家，躺在床上，他望着天花板，心中常常浮现出一种无奈的束缚感。小村经常叹气，自言自语说：难道我就这样过一辈子了吗？小村开始发现自己正在被某种隐形的黑暗情绪慢慢吞噬，出现了抑郁的情绪。虽然不是深度抑郁症，但这个黑暗的情绪却很像一只黑狗，蹲在小村的内心角落，随时可以扑出来咬一口。他感到焦虑、空虚，失去生活的意义和对未来充满迷茫。一个下午，小村坐在球场里，在阳光下静静观看棒球比赛。一名击球手用力挥球，球飞上蓝天，在人群的欢呼中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那一刻，一个声音在他的心中大喊：我要写作。为什么是这一瞬间呢？其实这是小村多年的心理暗流的总爆发。小村看到的是击鼓手通过挥球的动作来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而观众的欢呼是对这种声音的回应。小村觉得每天的冲咖啡、调酒、摆盘、谈笑都是在满足客人的需求，而不是表达自我。小村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阅读狂，他读欧美文学，读村上隆，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曾是他逃离现实的一种方式，但光是阅读已经无法满足他日渐膨胀的精神需求。在压抑的生活夹缝中，他产生了强烈的表达自我的渴望。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把自己内在的孤独
人性中隐秘的寂寞、挣扎、欲望、空虚和对世界的观察等等都释放出来。球赛结束后，小村就到文具店买了钢笔和纸。每天凌晨4点，他从酒吧收拾完回到家中，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把那些藏在心里已久的孤独、迷茫、失落、少年时光、情感纠葛缓缓地都倾泻在纸上。他发现写作时，他终于能与心中那条黑暗情绪的黑狗保持一点距离，那种焦虑与空虚似乎被一点点转化为文字里的人生意义。小村花了6个月的时间写了第1部小说，并获得了一个小奖。之后，小村应出版社的邀请，陆陆续续地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最终，小村，也就是村上春树，他关闭了酒吧的生意，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现在的村上春树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一位随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之所以开始写作，并不是因为想成为作家，而是因为内心深处那个孤独的灵魂需要一个出口，而小说恰好成了他拯救自我的小船。村上春树曾感慨地说，如果我那年没有写出那部小说，或许我早就被内心的空虚寂寞慢慢吞没了。村上春树还曾鼓励读者说，即使世界再荒芜干旱，也请继续走下去，因为某天你会找到属于你的那口井。好了，今天的抑郁故事讲完了，希望我的好朋友 Linda 和各位观众都能在这个视频中得到一些启发。祝愿大家有一个美丽的人生，身心健康，快乐每一天。我是33，关注我，看到世间的美好。我们下次再见。